我先问大家一个问题，有没有听过这样一句话：女人要有好命，就要嫁个好男人。我相信很多人无论男女都听过类似的说法，甚至打心底认为这是天经地义的事。女人的命系在男人身上，女人的财运来自于另一半的打拼。这个观念流传了几千年，深入人心。但今天我要告诉你，这句话说反了。不是说男人不重要，也不是说婚姻不重要。真正命里带财的女人，她的财运根本不需要依附在任何人身上。更准确的说，不是好男人造就了好命的女人，而是好命的女人才能留得住，甚至带旺一个好男人。这个逻辑你仔细想过没有？在我研究易经这么多年的过程里，我走遍大江南北，见过形形色色的人，接触过无数命理案例。我发现了一件让人惊讶的事，很多人以为财运靠的是命，靠的是运气，靠的是老天爷的安排。但真正深入研究下去，你会发现命里带财的人身上都有某些共同的特质。这些特质不是神赐的，是自己修出来的。今天我要跟大家谈的就是这件事。但我要先说一个更深层的问题，否则你没办法真正理解后面的内容。很多人听到命里带财，第一个反应是，那是不是天生的？是不是我八字生来就带财就会有钱，生来命薄，再怎么努力也没用？这种想法表面上看起来像是在接受命运，实际上它是一种误解，而且是一种非常危险的误解。易经64卦，每一卦都在讲变化，易这个字本身就是变的意思。整部易经要告诉我们的核心，就是没有什么是固定不变。命当然也可以变，但它变的方向不是靠求神拜佛，而是靠你自己每一天的选择与修为。所以我今天讲的这5个特质，不是什么玄虚的东西，而是你完全可以从今天开始去培养、去修炼的东西。听完以后，希望大家只是点个头说对对对，我懂了，而是真的问问自己，我有几样，还缺哪几样，该怎么补。好，正题开始，我要先带大家认识一个卦，坤卦。64卦第一卦是乾卦，第二卦就是坤卦。这2卦是所有卦的根本，是宇宙间最基本的2种力量。乾代表天，代表刚健进取；坤代表地，代表柔顺承载。一个阳，一个阴，一个在上，一个在下，一个主动，一个主静。很多人一听到坤卦代表女性，第一个感觉就是，那女性是不是就是被动的、软弱的？这是天大的误会。坤卦的卦辞怎么说？元亨，力牝马之征。什么意思？坤德的力量是像母马一样温和而坚韧，看似柔顺，实则无所不成。更重要的是，坤卦像传说的那句话，地势坤，君子以厚德载物。什么叫载物？就是承载万物。大地承载一切山川树木，飞禽走兽，人类文明全部靠大地来承载。你的德行有多深厚，你能承载的东西就有多大。财富也是一种东西，它需要一片肥沃的土地来落脚，来生长。这就是为什么易经说女人天生与财有缘，不是说女人好命，而是说女人的特质本来就跟财这件事情最接近。但这个财不是无条件的，是有前提的。土地要够肥沃，才能长出好庄稼。女人的德行与气场要够好，财富才愿意在这里生根。所以问题就来了，
什么样的女人才算是坤德具足，能够真正承载财富？我观察下来，有5个特质，缺一不可。第一个特质，我要先从一个很多人没想到的角度切入，不是直接讲德行好不好，而是先讲一个八字命理的概念。印星，学过八字的人都知道，命盘里有10种星性，叫做食神，其中有一个叫印星，分为正印与偏印。印星在命理里代表什么？它代表一个人的学识、智慧、修养以及背后的福报底蕴。一个人八字里印星有力，印星清纯，这个人往往心性稳重，遇事不慌，而且很重要的一点，他有底线，不容易做出伤天害理的事。为什么？这跟财运有关。很多人不明白，我来解释。在八字里有一句话叫印能护财，什么意思？正常来讲，财星会去克印星，因为五行的生克关系是财星克印星。但反过来说，如果一个人的印星够强，财星虽然多，也会被牢牢护住，不会随便流失。而印星的根源是什么？是一个人的德行与修为。换句话说，你的德行就是你财富的护城河，德行够深才守得住，德行浅薄，再多的钱也像沙子，捧在手心里握不住。你看历史上那些真正富过好几代的家族，你去研究他们的家训，无一例外，第一条都不是讲怎么赚钱，而是讲做人的根。贞观家书怎么讲？家败离不开一个奢字，人败离不开一个义字，讨人厌离不开一个骄字，讲的全是德行，而不是钱财本身。所以命里带财的女人，第一个共同点就是她的德行够厚，不是表面上的做好人说好话，那个是做给别人看，而是骨子里就不愿意做亏心事。心地善良是一种本能，而不是表演出来的。这种女人，你去仔细观察，她在日常生活里有几个明显的特征。第一，她不占小便宜。很多人以为占小便宜是精明，是会过日子，但在易经的逻辑里，这叫损德。每占一次小便宜，你的德行就少一分，德行少了，承载财富的能力就弱了。我常说占小便宜吃大亏，这不是一句劝人的空话，这是宇宙间真实存在的一条规律。便宜占多了，某一天定用大亏来还。第二，他不赚昧心钱。有些钱赚起来很容易，但这笔钱的背后是踩在别人的痛苦上，或者违背了良心。命里带财的女人，这样的钱她碰，不是因为笨，而是因为她明白一个道理：德不配位，必有灾殃。你的德行撑不起这笔财富，这笔财富最终会成为你的灾难。历史上那些一夕暴富又一夕崩塌的人，不就是这个道理吗？第三，他心地善良，但不软弱，这个很重要。有人会误解，以为有德行的女人就是什么都忍，什么都让，不是这样。真正的坤德是厚德载物，是有承载力，不是无底线的妥协。善良是一种选择，但善良是有原则的。我告诉大家，真正命里带财的女人，她的善良不是因为软弱，而是因为她内心足够强大，她有资格选择善良。这种人不需要通过伤害别人来证明自己的存在感，她安安稳稳的在那里，自然有一种气场，让财富愿意靠近。第二个特质，我觉得是所有人里面最容易被忽视的一个，情绪稳定，
我要先讲一个很多人不知道的风水概念。气风水最核心的东西是什么？不是房子的朝向，不是门口有没有照壁，而是气。气是什么？是一种流动的能量场，无形无状，但你能感受到它的存在。你走进一个家，有的家让你感觉舒服、温暖、放松，有的家让你莫名不安、压抑，想快点离开。这就是气场的差别。好的，风水本质上是让气流动顺畅，聚而不散。坏的风水是让气散乱，或者凝聚成煞气。那气是从哪里来的？很大程度上来自住在里面的人。这一点很多人没有仔细想过。我们常说房子的风水，但其实人的情绪、人的气场才是决定一个家里能量状态最关键的因素。一个家里如果有人整天愁眉苦脸、怨天尤人，或者情绪大起大落，这个家的气场一定是乱的。气场一乱，财气就散，事事都不顺。易经坤卦62爻有一句话：直方大，不习无不利。直就是心正，方就是行为端正，大就是气度宽广。而这一切需要一个前提：情绪稳定，内心安宁。我在各地讲课，遇到很多女性朋友来问我说：老师，我跟我先生感情很好，但他的事业就是起不来，这是怎么回事？我每次听完都会反过来问他：那你呢？你情绪稳不稳定？你在家里是什么状态？很多时候问题的答案就在这里。乾为天，坤为地。乾的特质是进取，是行动，是向外扩展。坤的特质是承载，是安定，是向内稳固。当一个男人在外面打拼的时候，他需要的后盾是一片肥沃而稳固的大地。如果这片大地是焦躁、贫瘠的，再强壮的种子也长不起来。但我今天要说的不只是旺夫这一件事，情绪稳定对女性本身的财运影响其实更加直接。你有没有发现，一个整天焦虑、内耗、情绪起伏的人，他的精力是持续在漏的，就像一个破底的水桶，你不断往里加水，但水一直在漏，永远装不满。这样的人即使有财运也留不住。为什么？因为他把大量的精力都消耗在跟自己的情绪战斗上了。这些精力本来可以用来发现机会、建立人脉、做出正确的判断，但现在全部耗光了。命理里有一个说法：日主太弱，财星克身。什么意思？日主就是命局的中心，代表你自己。如果你自身的能量太弱，财星代表财富的星，不仅不会带来好处，反而会克制你，压垮你。很多人努力赚钱，越赚越累，越累越没钱，就是这个道理。不是财不来，是你自己撑不住。情绪稳定，就是让日主有足够的根基，你稳得住，才扛得住财。你扛不住，财来了也是灾。命里带财的女人，不是一个没有情绪的木头人，而是一个能掌控自己情绪的人。她遇到烦心事，知道如何消化；遇到不顺，不会无限放大；遇到挫折，能在最短的时间里回到稳定的状态。这种稳不是麻木，而是内在有根。你去仔细看那些身边的女性朋友里，谁是遇事不乱，说话有分寸，即使生活有压力，也总是笑容温和的那种人。我告诉你，这种人一般来讲财运都不会太差，不是因为运气好，
而是因为他这种稳定的气场本身就是吸引财运的磁铁。第三个特质，我要讲一个在命理里很重要，但大家可能从来没有从这个角度想过的问题。为什么有些人财星在命盘里非常旺，但反而一辈子辛苦？五行里财星代表财富，照理说财星越旺越好，对不对？不对，这是很多人对八字命理最深的误解之一。在命理学里，财星过旺反而是一种克制自身的力量，因为财星旺会去克印星，印星被克，代表一个人的学识、福德、判断力都会受损。更严重的是，如果财星太旺而日主太弱，这个人的一生反而会被财所困。他不是掌控钱，而是被钱拖着走。易经有2卦专门讲这件事，损卦和益卦。损卦怎么说？损下益上，其道上行。损是减少，但损的目的是为了让更高层次的东西生长。生活中有些东西你损它反而有益，比如你损掉对钱的执念，反而能更清醒地看到赚钱的机会。益卦则告诉我们，损上益下，民说无疆。真正的益不是一味的索取，而是懂得给出去。很多人一辈子都在做钱的奴隶，而没做钱的主人。什么叫做钱的奴隶？就是你整天脑子里转的都是钱，睡觉想，吃饭想，见到人就想怎么从对方身上得到利益。你看到便宜就扑上去，看到稍微贵一点的就舍不得。你把每一分钱都赚得死死的，生怕少了1块钱就活不下去。这种状态在易经的语言里叫做财困。你被财困住了，你不自由了。命里带财的女人对钱的态度是截然不同的。她懂得钱是一种流，不是一种仓水往低处流，气往顺处走，财往善处聚。你把水死死困住，它就变成一潭死水。你让它流动，它才会源源不断的有活水进来。这个道理用在金钱上完全成立。它大方，但不是挥霍。该用的地方皱眉头，不该用的地方自然有分寸。他对自己舍得投资，因为他知道自己是最重要的资产。他对家人朋友大方，因为他明白有舍才有得的道理。他节俭，但不是吝啬。吝啬和节俭有一个根本的差别。节俭是知道钱的价值用在刀刃上，吝啬是一种恐惧，害怕失去，所以死抓不放。命里带财的女人，骨子里没有那种对失去的恐惧，因为她相信自己有能力创造，所以才能大方的给出去。我还要特别讲一点，很多女性朋友可能没有想到，消费的频率和模式其实跟财运有很深的关系。一个总是在清仓大拍卖买1送1的时候才肯花钱的女人，和一个知道什么时候该用钱，用多少，用在哪里的女人，这2种人的财运长期下来会有很大的差异。前者是被便宜驱动的，他的消费决策里充满了恐惧和匮乏感；后者是被价值驱动的，他花的每一分钱背后都有清醒的判断。这种对钱的清醒才是真正的财务智慧。第4个特质，很多人听到这里可能已经有点预感了，但我还是要从一个不一样的角度切入八字里的食伤生财。在八字里，食神和伤官代表什么？代表一个人的才华、表达、创造力，以及一个人对外输出能量的方式。而食伤生财，意思是你的才华和创造力会直接产生财富。这个格局被命理学家视为最健康、最持久的财富来源之一。
为什么？因为这样来的钱是你自己的能力挣来的，不是靠别人施舍，也不是靠运气捡来的，这样的财根扎得深，留得久。我要说的第4个特质就是独立自强，自己才是一座金山。这句话说出来，可能有人会觉得这跟易经有什么关系？关系大了。周易系辞传里有一句话，很多人只记得上半句，没记下半句。天行健，君子以自强不息。地势坤，君子以厚德载物。注意，这里讲的不是天行健，所以男人要自强，然后地势坤，所以女人要承载，不是这样割裂来读的。这2句话是给所有君子讲的，不论男女，都要同时具备这2种品德，既要自强不息，又要厚德载物。女性的自强不息体现在什么地方？第一，经济上的自给自足，不是说你要成为什么大富翁，而是你有能力靠自己养活自己，不需要看任何人的脸色，不需要为了生活上的基本需求去妥协或者委屈。这一点直接决定了一个女人的底气。没有底气的人，在所有的关系里都是弱势的，在所有的机会面前都容易退缩。而有底气的人，遇到机会才敢去抓，遇到不公平才敢说不。有一种女人，把全部的希望都寄托在老公身上，觉得只要嫁了一个好男人就什么都有了。我见过太多这样的例子，表面上风光一时，但内在是非常脆弱的。因为你所有的依靠都建立在另一个人身上，而那个人终究有他自己的局限性，他自己的起伏，甚至他自己的变化。把命压在一个活人身上，本身就是高风险的事。所以我才说，命里带财的女人靠的是自己这座金山。但自强不只是经济层面的事，更深的是精神层面的独立。一个在精神上依附别人的女人，她很难在财运上真正独立。为什么？因为精神不独立，代表她的判断力、价值观、对事物的认知都是借来的，借助父母的评判，借助老公的想法，借助周围朋友的眼光。这样的人做每一个决定，首先想的不是这，对不对？而是别人会怎么看我。这种心理状态在易经里叫做随卦，随顺别人，失去自主。易经告诉我们，随卦本身没有对错，但如果一个人一辈子都活在随顺里，永远跟着别人走，那他的人生就不是他自己的了。精神独立的女人是什么样子？她知道自己想要什么，清楚自己不要什么。她不因为别人的眼光而改变自己的方向，不因为一时的潮流而失去自己的判断。她有自己的原则，这些原则不是教条，而是经过思考之后真正相信的东西。这样的女人看问题有自己的角度，做决定不需要反复征求别人的意见，遇到压力不会轻易崩塌，因为她知道自己的根在哪里，而这种根才是财运最深的土壤。我再说一个很多人没有想过的事，命里带财的女人不只是懂得赚钱，更懂得投资自己。她把时间花在学习上，而不是花在比较和抱怨上。她知道一个人的认知有多高，机会的格局就有多大。很多人看到别人有钱，第一反应是他们运气好，他们有背景，他们嫁得好。这些话里藏着什么？藏着的是一种我没有机会的心态。这种心态在易经里叫做蒙昧，被遮蔽，看不清楚真相。而命里带财的女人看到别人有钱，第一反应是她是怎么做到的，可以学什么。这是2种完全不同的气场，
带来完全不同的人生轨迹。说到这里，我们来讲第5个特质，也是最后一个，但我认为它的影响力可能比前4个加起来还要深远。懂得感恩。先讲一个八字命理的概念，贵人心。很多人都听说过天乙贵人，这是八字命盘里最重要的一个贵人神煞。天乙贵人入命的人，一生遇到困难，往往会有贵人相助，在关键时刻总有意想不到的援手。很多人以为这是天生的运气，是老天爷的偏爱，但我要告诉大家，这只是表象，真正的贵人运是后天培养出来。怎么培养？就是靠感恩这2个字。我先从易经的同人卦讲起。同人卦的卦辞是同人于野，亨，利涉大川，利君子贞。同人就是与人为善，寻找志同道合的伙伴。卦辞说，这样的人能亨通，利涉大川，能就跨越大困难。为什么？因为他不是单打独斗，他身边有人，而那些愿意跟他同行的人，正是被他的为人所吸引过来的。感恩本质上是一种磁场。当你感恩一个人，记得别人的好，你的心是开放，是温热的。当你常常抱怨，常常指责，常常觉得全世界都欠你，你的心是封闭的，是凉的。这2种状态向外散发的能量是完全不同的。前者吸引的是善意，是机会，是贵人；后者吸引的是排斥，是障碍，是麻烦。我这么说，不是在讲什么玄学，这是非常实际的人情道理。一个人如果他嘴上总是赞美感谢，不说别人坏话，不揭人短处，见到人总是先想对方的优点，这样的人走到哪里都受欢迎。受欢迎就意味着人缘好，人缘好就意味着信息流通快，机会多，有人愿意帮你。在这个世界上，几乎所有的大机会都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，而是从人身上来。是谁告诉你的？谁介绍给你的？谁帮你开的那扇门？人脉就是钱脉。这不是一句口号，这是真实的运作逻辑。我还要特别说一点，跟口德有关。我常说，口是福门，也是祸门。这句话大家在日常生活里可以细细验证。你去观察那些常常说别人闲话，喜欢评论这个贬低那个，抱怨东抱怨西的人，他的生活通常不会太顺。不是他命不好，而是他的嘴在不断消耗他的福报。风水里有一个说法，口舌是非会产生一种煞气，这不是迷信的说法，你从心理和社会学的角度也能理解。一个常常批评别人的人，他的思维习惯是挑毛病的，是负面的。这种思维习惯会渐渐影响他看待一切事物的方式，久而久之，他看什么都是问题，看什么都不满意。这种状态，财运怎么可能好？反过来，命里带财的女人，她说话是有口德的，不是说她什么不能讲，而是她知道话到7分，不把每一件事都说尽说满。她知道多说实在话，少说不必要的评论。他记得别人的好，乐意在需要的时候为别人说一句公道话，这样的人口碑会越来越好，越来越多人愿意亲近他，机会也就越来越多。我见过很多案例，一个女人财运的转折点，往往不是她自己做了什么惊天动地的事，而是在某个时机，有一个人帮了她一把，一句话，一个介绍，一个机会。而那个贵人为什么愿意帮他，就是因为他平时的为人极下口碑。这就是易经讲的厚积薄发。
你平时积累的善意、口德、感恩，某一天就会在关键时刻发挥力量。很多人觉得急用钱时钱就来是玄学，其实一点都不玄。那是你平时积下的人缘，在你最需要的时候给你撑腰。懂得感恩还有一个更深层的意义，一个懂得感恩的人，他的心是富足的。这种富足不是来自账户里的数字，而是来自内心对生命的态度。他觉得自己已经拥有很多，所以他不执着、不匮乏、恐惧。正因为恐惧，他才能做出更清醒的判断。正因为不执着，才反而更容易流向他。这跟易经牵卦的道理是一脉相承。牵卦六爻皆吉，是64卦里唯一一个所有爻都是吉卦的卦。谦就是谦虚，不自满。感恩本质上也是一种谦卑。你感谢别人，就是在承认自己不是一个人在战斗，是承认自己受过别人的恩惠。这种态度跟宇宙的运行逻辑是相符的。老子说：曲则全，枉则直，洼则盈，敝则新。能弯曲的东西才能保全，低洼的地方才会聚水。一个懂得感恩、懂得放低自己的女人，她心里是有空间的，财富、机会、贵人才有地方流进来。讲到这里，我要来做一个很重要的总结。有人可能会问，老师，你说了这么多德行、情绪、金钱观、独立、感恩这些东西，是不是一般人很难全部做到？我的答案是，不需要全部都完美，没有人是完美的。命里带财的女人也不是完人，但这5个特质，只要你有其中3、4个，而且你清楚自己缺的是哪一项，正在认真努力，这本身就已经是在改命了。易经有一句话，我最喜欢，也最常引用：天行健，君子以自强不息。自强不息，不是说你要不停地冲，不停地拼，把自己搞得精疲力竭。不息的意思是不停止，是持续的、有方向的努力。每一天比昨天好一点点，每一年比去年更清醒一点，这就是不息。命从来不是固定。易经教我们的就是变，一切都在变，人的命运也在变。那什么决定他往哪个方向变？就是你每一天的选择。你选择培养德行，你的财运就往好的方向走；你选择内耗焦虑，你的财运就往另一个方向走。命运本来就是一个选择，一个选择叠出来。我见过很多人年轻的时候命很苦，但因为懂得修炼自己，不断提升德行与见识，到了中年命格就完全不一样了。也见过很多人年轻的时候看起来命很好，但因为骄傲自满，挥霍无度，对人刻薄，到了中年好运全部败光。这就是易经最根本的道理。没有永远的好，也没有永远的坏。你怎么做，决定命往哪里走。最后我要给在座的男性朋友说几句话。你们可能觉得今天讲的是女人的事，跟你关系不大。我告诉你，关系大了。妻子是男人的正财。在八字命理里，正财代表的是稳定，通过正当劳动得来的财富，也代表男人的配偶。妻子的状态直接影响男人的财运，这不是迷信，这是阴阳平衡的道理。我说过一句话，亏妻者百财不入，爱妻者风生水起。这句话不是在叫男人讨好女人，而是在说一个真实的规律。你对妻子好，你们的家气场就好，家气场好，财运自然顺。你对妻子刻薄、冷漠、轻视，家气场就乱。气场一乱，你在外面打拼，磕磕碰碰是必然。
所以男人想要财运旺，首先要把自己的家经营好。而把家经营好最重要的一步，就是好好对待你的妻子，不是表面上的好，而是真正的尊重、理解、支持，让她在家里有安全感，让她的情绪能够稳定，让她知道你是她最坚实的后盾。这样的家才是真正的风水宝地，这样的婚姻才是彼此最大的财运。各位朋友，今天这个内容，我从易经坤卦讲到八字印星，从风水气场讲到五行财星，从口德讲到贵人运，每一个点都是有根有据的，都是经过几十年的观察与研究得出来的结论，不是随口说说的道理。我希望大家听完以后，不要只是在心里说有道理，然后就过去了。有道理的东西要变成行动，才会改变你的命运。今天讲的5个特质：德行深厚，情绪稳定，对金钱有正确的认识，独立自强，懂得感恩。请你认真的对照自己，看看你现在做到了几样，哪几样还需要加强。改命从来不是一夜之间发生的事，它是一天一天积累出来的。你今天选择说一句善意的话，而不是一句批评的话，这是在改命。你今天选择稳定情绪，而不是发一顿脾气，这是在改命。你今天选择投资自己，而不是把时间浪费在没有意义的比较上，这也是在改命。一滴水不起眼，但日积月累可以穿透石头。命运就是这样慢慢被你改写。最后送给大家一句话：命有几兆福，自己求。你的命是你自己写的书，今天从这一刻起，好好写你想要的那一页。